甄嬛去往甘露寺，宫里的端妃、静妃为何冷眼旁观，不去照看她呢？其实不是他俩不想，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啊！试问当时的后宫是个什么情况？当时华妃战队团灭，丽嫔一早被 out 出局，队长华妃领了盒饭，光荣下线，而叛逃出队的曹琴墨本人也因为智商下线，对救主赶尽杀绝，被四大爷和太后强行下线，可以说是全军覆没。反观皇后的安琪拉战队，没了华妃这头猛虎，没了曹琴墨这个爪牙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春风得意。安小鸟靠歌声和香料给自己挣了个平位，也晋安贵人为安嫔吧。瓜六虽然没有脑子，但笨蛋美人就胜在娇憨可爱，比恩宠也能和甄嬛平分秋色。眼下得宠的只有你和齐贵人，当真独占春色呀。请注意，那时安琪拉战队正处于事业上升期，可甄嬛战队却因为盛极必衰，即将要走下坡路了。感情上，皇后利用甄嬛倔强的性格，精心策划了纯元就医事件，晚晚泪倾，真相暴露，给了甄嬛致命一击。这几年的情爱与时光，究竟是错付了。另一边，瓜爸举报甄爸，安小鸟放鼠，让嬛嬛母家倒台，心碎离宫，直接开启甘露寺副本。安琪拉战队大获全胜。这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端静二妃的处境。甄嬛离宫之前，甄嬛战队还没有完全成型，表面上静妃、端妃还是中立派，只要他们老老实实的，一个领养温宜，一个照顾胧月，不要想着争宠争皇子，不涉及安琪拉战队的利益，皇后就不会针对他们。相反，如果这时端妃、静妃明目张胆的去甘露寺接济甄嬛，等同于站在皇后的对立面，和安琪拉战队公开叫板。到时候万一皇后把矛头对准他们和他们刚领养不久的女儿，那么一切都完了。当然，除了皇后，下面这个人才是端静二妃不敢照看甄嬛最重要的原因。2年前，有个宫女说漏了嘴，说胧月的生母在甘露寺，皇上一怒，亲叫打死了。没错，四大爷不让满宫的人提起甄嬛是胧月的生母，除了上面这个倒霉的宫女，就连老实人静妃偶然提了一嘴婉嫔，四大爷都发了好大一通火。当时胧月即将满周岁，瓜六和静妃正抱着胧月一块儿陪着四大爷谈心，无意间静妃说起，胧月公主这嘴巴和下巴长得像极了婉嫔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这本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描述胧月外貌的话，婉嫔2个字一出，四大爷脸色突变，下一秒便龙颜大怒。公主的额娘只有一个，再无旁人。此时若静妃不是胧月的养母，又对抚养胧月之事尽心尽力，四大爷很有可能一个生气，连静妃一块儿问罪。四大爷富有四海，全天下的人都对他俯首称臣，唯独在甄嬛身上，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。晚晚泪倾过后，四大爷也意识到了自己错了，他不该伤透甄嬛的心，所以有心去服软，去补偿。只要你愿意，朕明日就可以下旨封你为妃。只可惜九五之尊不会道歉，只会给台阶儿。甄嬛一身傲骨，不会原谅迟来的深情，宁愿离宫修行，也不肯继续做他的妃子。臣妾失德，不敢田居妃位。于是甄嬛走了，只留下四大爷碎了一地的尊严，倾尽所有都没能挽留住一个女人。四大爷觉得耻辱，所以不愿旁人提起甄嬛。一旦有人提起，就是在提醒他输给了一个女人的傲气。四大爷如此激烈的反应，聪明如静妃很快就能明白，甄嬛作为四大爷的逆鳞，是四大爷心中不可提及的痛。另外，端妃也是聪明人，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一点。四大爷不让提甄嬛，端静二妃也不敢擅自去照看甄嬛，否则万一引起四大爷不快，火就会烧到自己身上，得不偿失。当然，除了以上2点，静妃和端妃自己的私心，也是他们不想照看甄嬛的原因。若无胧月，我这后半生怕无半点欢愉了。
在吃人不吐骨头的后宫里，静妃确实算个难得的好人，但性子再老实的人也会有自己的私心。比如胧月，静妃前半生过得坎坷，在王府时有专横霸道的室友华妃，进宫之后有不让揣孩子的皇后。受华妃欢宜香的影响，静妃不能生养，一生无子。平日里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数数砖，养养乌龟。我宫里一共有326块砖石，可是这每一块我都抚摸过无数遍了，其中还有31块已经出现了细碎的裂纹。每天的生活空虚寂寞冷，精神状态怎能不出问题呢？因此，当一个孤独到极致的人突然有了女儿，就像干枯的沙漠突然有了水一样。自从抚养了胧月，静妃的生活就有了盼头。照顾胧月的过程，让她从此摆脱了长夜寂寞，有女万事足。此刻的静妃幸福感爆棚。出于为人母的私心，静妃并不想甄嬛亲近胧月，只有甄嬛离胧月远远的，她才能一直保有这份幸福。所以照拂甄嬛这事儿，静妃不会做。那么端妃呢？甄嬛和端妃的关系本就是纯粹的利益关系。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脸，我就知道她日后一定会帮我这个忙。当年温宜的生辰宴上，端妃只看了甄嬛一眼，便下定决心要利用甄嬛扳倒华妃，报当初在王府里华妃灌下自己那一碗红花的仇。不管是木薯粉事件中，端妃来给甄嬛作证，皇上，当夜婉贵人是和本宫在一起，还是甄嬛怀第一胎时，端妃连夜前来给甄嬛支招。华妃若是猛虎，曹琴墨就是猛虎上的利爪。不过你要知道，锋刃在谁的手中，就能小心避开。端妃帮助甄嬛的一切仅仅出于利用，没有感情。因此甄嬛出宫后，她没那个责任，也没那个义务去照看甄嬛。两人虽曾经有过合作，但甄嬛离宫后，两人的合作就算是中途暂停，大家各过各的日子，谁也别惦记谁。端静二妃都有私心，也难怪甄嬛在甘露寺时，唯二肯照看她的，也只有甄嬛的铁蜜梅姐姐，以及被梅姐姐请来的太后了。所谓患难见真情，得有情才能共患难。要是像端妃、静妃这种本就没多大情，想帮忙又有一堆阻碍的情况，那咱真的不能怪人家，你说呢？